踢馆就等同于砸人饭碗，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。古今中外，对于所有的踢馆者都是毫不留情。踢拳击格斗馆是被打，那如果去踢巴西柔术馆会发生什么？视频的结尾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伙子的下场。首先，我们来看2场踢格斗馆的视频，其中有一场是发生在中国，红裤子红拳套的是踢馆者。馆长一个上步的前摆准确命中，红裤子的踢馆者长得很壮实，我们叫他大壮。哇，这个名字还没起完，人就已经被干翻了。馆长下手是又快又狠，馆长的高扫腿直接精准命中大壮的下巴，可以看得出来馆长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。馆长问他你还服不服，还打吗？不打的话我就下班了。表现非常友好啊，主动上前去搀扶大壮。大壮说不行，我还要打，你不要走。馆长很无语，又跑去带拳套。大壮觉得自己还能再打一下，刚才是没注意啊。中国有句古话叫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说的就是大壮这种人。这个时候馆长再一次戴好拳套，准备跟大壮较量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壮，绝对是个练家子啊。首先他的身上肌肉非常发达，第二个他的格斗式的报架和站姿也是非常的标准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馆长刚才用的是反架，现在用的是正架。馆长一个上步的前摆再一次命中啊，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是打中了对手的下巴。这一拳大家可以清楚的发现，馆长是收着力的，要不然的话大壮又被 KO 了。大壮很识相，直接就弃权道歉。这个无论从技术水平和速度各方面啊，跟馆长的差距是相差了10万8千里。最终大壮是踢馆失败，被馆长打服了。大壮说我要请你们吃饭，实在抱歉啊，实在是太唐突了。马不停蹄，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场踢馆视频啊，来到国内，一个练过武的精神小伙上门找人切磋。你现在武校练多少年？练了4年。哪个武校？武生团。跟我是同一个武校，厉害！来，按手印，按到所有的名字上面。对。打之前先签好免责协议。过来交流切磋的兄弟啊，体重多少？83公斤啊，刚刚称的。然后在武校练了4年是吧？来，这个60，65。武校练几年？武校练2年。哪个武校？烟鲁武校，他也烟鲁武校的，来握个手，师兄弟啊，好吧，师兄弟，然后在这里聚一下不容易，好吧，直接开战，好，计时准备，94举手。好，带着红色拳套的踢馆者大白，体重是83公斤，和带着蓝色拳套的小帅，63公斤啊。两人激烈的换拳，好，大白换拳是不吃亏的。刚才我们也说了啊，大白有4年的武校学习基础，这个实战是经常打，所以说他是一点都不恐拳。小帅刚才有个顶膝顶中了啊，大白的手被这个围绳给难了好几次啊。大白虽然练过，但是技术非常粗糙，这个和职业的拳馆的运动员啊打法确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啊。小帅发现大白的拳腿对自己没有威胁啊，连手都放下来了。大白的死亡轮摆空，把自己都给摆倒了啊，非常的重啊！这一拳如果打中的话就完蛋了。大白居然要求休息一下，时间还没到，肯定要继续打。转身后蹬啊，精准打中。这个时候大白的体能已经是急速下降了。不要转身，举手啊，准备手拿起来，不要玩。停，还有30秒。大白居然想休息一下啊！馆长说还有30秒，打完以后你再休息。大白休息了一下之后啊，又来了一波输出。小帅一个正蹬把大白蹬倒。10秒。好，第1回合时间到，大白好不容易坚持完第1回合。好，第2回合，大白把上衣也脱了，继续战斗。打1分钟啊！
小帅一个高鞭腿踢中啊！双方换了一波腿，小帅是丝毫没有畏惧啊，直接上去和他拼拳。最后就是小帅的表演时间，把大白打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，大白最终举手投降，踢馆失败。好，大家不要走开，后面还有一场踢柔术馆的踢馆视频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当天都发生了一些什么。柔术馆的门口有个小伙子在大吼大叫，要来踢馆。馆长说：“你有本事进来给我说话。”穿着红色衣服的踢馆者走进来，肌肉强壮，一看就是一个练健身的。两人上来就动手，馆长一个夹臂的带摔，直接把对手摔倒。踢馆者大壮想抱腿摔，但是再一次被放倒。无论馆长在上位还是下位，任何一个角度，大壮都占不到一点优势。大壮被各种角度降服，但还是不服。把这个背心一脱，又要干。再一次轻松被放倒。馆长这一次用大壮的衣服把他给降服啊，非常的可笑。馆长想把大壮赶走，但是大壮就像狗皮膏药一样，就是不走，于是一巴掌下去。馆长把大壮压在身下，几个耳光把他给扇醒。馆长问他谁是大师，大壮说你是大师，这次应该是服了啊。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老北。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下期见。点关注。当前职业选手遇到了帮派分子的挑衅，会发生什么？这个正在直播的胖子就是前职业格斗选手严泰雄，他今天将会为自己的粉丝直播一场和帮派分子的恶斗。说起严泰雄，他是韩国的一名格斗网红，也是前职业选手，经常惹是生非，打架斗殴。他也参加过夜叉格斗，经常看北哥视频的人应该对这场夜叉格斗是比较有印象的，因为他差点把柳青给 KO 掉了。后来两人在打斗的过程中倒地，严泰雄的手臂不幸受伤，而且伤得比较严重。最后严泰雄单手战柳青，然后输掉了这场比赛。如果对这场比赛有兴趣的兄弟，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，看看北哥之前的视频。今天视频的主题是职业选手对阵黑帮分子。这个穿着短裤站在擂台外面的就是帮派分子东旭。东旭也是在严泰雄直播的时候约上架的，说他胖得跟猪一样，现在也是不能打了，光会说。严泰雄的暴脾气啊，也是作为韩国的职业选手肯定是不服气。他说你觉得我不能打，你可以过来找我，我们俩试一试。因为在直播嘛，所以说当时很多粉丝也在起哄啊，两人这场架就约上了。今天就是两人约定的打架时间。你看严泰雄还在直播啊，那这边东旭在绑手带啊，严泰雄的绑手带已经绑好了。今天是不带拳套的裸拳规则，两人毕竟是打架嘛。东旭这边的免责协议也签好了。好，现在东旭已经走上了擂台，大家稍安勿躁，比赛马上开始。找了一个中间人当裁判，裁判简单说一下规则：不准打后脑，不准踢裆啊，这个是最基础的，其他的就随便吧。比赛没有时间规定，出现 KO 或者一方投降就结束。那么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穿着黑色衣服的严泰雄，穿着白色衣服的东旭。严泰雄的体重在200斤，东旭是80公斤左右，两人的体重差距还是比较大啊。东旭被一拳击倒，东旭刚才挨了几下，现在往后退。东旭想下潜抱摔，但是没有成功啊。严泰雄前后直拳，东旭躲掉。东旭现在是拉住了严泰雄的衣服，混混打架的标配啊，就是拉衣服掐脖子。想把严泰雄摔倒，但是严泰雄太胖了啊，摔不倒。两人同时倒地，再次起身，严泰雄底细没打中，严泰雄的衣服也拉破了。现在他抓住了东旭的头发，中间人出面表示啊，不可以抓头发打。好，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下刚才的这个比赛。其实刚才一个勾拳是打中了东旭的面门，
既然如此，干脆就脱了衣服打吧。东旭脱了上衣，露出了满背的纹身。好，比赛继续。严太雄这个身材啊，应该我觉得都超过100公斤啊。再个前后直拳打中，这个时候东旭感觉有点晃了。严太雄再个后手拳打中啊，这个拳很重啊。感觉此时此刻的东旭身体都有点软了。严太雄把脸伸出去挑衅，再来记前后直拳。哇哦！严太雄瞅准时机，一个后手拳把东旭击倒，再补了个足球踢。我的天呐！东旭被打的是毫无招架之力啊！看了这个视频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要惹胖子，特别是练过拳的胖子。东旭现在躺在地上是起不来了，直接就被 KO 掉了。这就是活生生的为自己的嘴贱付出了代价。有一说一，东旭还是比较有胆量的，自己敢单刀赴会，只是对自己的战斗力和对手的实力了解的不够透彻。打完了东旭，严太雄坐在地上继续直播。那这个干掉了黑怕分子刷礼物的都出现了，都给严太雄刷礼物。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一系列啊，后面我会经常给大家更新严太雄的打架视频。下一期我们来看看混混来踢馆，严太雄求着混混带拳套。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喜欢北哥的视频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精彩不见不散。Hello.